爵士鼓真的是一个迷人又深奥的乐器，打了近20年的鼓，我常常觉得还是对这些乐器不够深入的了解。Drumlab 台北作为一个以爵士鼓为主题的音乐平台，平常分享是访谈、教学、drum cover， 还有器材 review。那今天我们要探究的是，爵士鼓的收音。好，今天这一集也是知识点满满的企划，我们请到2位老师 Thomas 以及陈迪来为我们展示以及解惑。Thomas 参与过的音乐制作案你可能听过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、火神的眼泪、未来妈妈，这些耳熟能详的电视剧配乐都是 Thomas 的佳作。2014参与的微电影《替身》更获得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最佳配乐的殊荣。这次教学 Thomas 会带我们尝试从1支麦克风到8次麦克风不同的手法，也分享在录音室累积的收音诀窍哦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对爵士鼓相关主题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支持我们创作更多深度内容的影片哦。陈迪是现任厌世少年的鼓手，乐团曾入围1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，也曾与911、周汤豪、黄明志这些艺人合作过。擅长演奏的风格为 Rock、Funk、Jazz、Hip-Hop。陈迪会为我们示范今天的演奏。那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，在爵士鼓收音上有更多的想法以及认知，然后尝试不同的组合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好玩又深奥的学问吧。Hi Thomas， 陈迪。嗨，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，就是说麦克风摆放的位置对爵士鼓收音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吗？最影响最大的会是频率，然后还有你收到整套鼓不同部位声音的多寡，这2个我觉得是最影响最多的，影响最大的。对，是。那频率上来讲，因为你怎么去，你的麦克风指向是往哪边，会影响到最多频率。例如说往拔这边可能会高频比较多，往大鼓可能低音会比较多，或者是假如是在正中间的话，的远近，也会影响到你的声音的频率的差异，这样子。了解，了解。麦克风的远近的话，有一个东西叫 proximity effect， 进阶效应。进阶效应。对，就当你今天离你的 sound source 在更近的时候，它的低音会叠加，会堆叠。低音会更多，所以假设好，我们第一支麦的手法是只有一支 mono room， 对。那假设我觉得低音很散不够，对，高音很多，但我其实高音也蛮喜欢现在的声音的，那我可以是一模一样的高度、角度，但我只是往鼓主近一些，50公分，或者30公分，那可能就会得到更多的低音，你声音会比较肥。OK， 对，那这就是 proximity effect 可以造成的效果，比较像是鼓主的 body 的声音。对，你近一点的话 ，body 可能会更多，你声音也会在更集中、更 tight， 那你也同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room sound， 那么多的反射。好，我们今天用的收音方式呢，都是我自己的习惯，那这些都不是一定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不同的收音方法，或者是 miking， 或者是麦克风的选择，试到最适合自己的。那然后得到你要的声音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手法真的超多，网络上一大堆。没有错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多多实验，然后尝试看看，了解，试到自己喜欢的。
那他们在麦克风的选择上，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多半我们会有3种麦克风下去做选择。是，第一种的话会是动圈式的，那第二种会是电容，那第3种会是 ribbon。动圈的话，可以比较容易 isolate 你个别鼓主要的声音，它不会像电容一样有那么多的串音。了解。但电容我们会做在 overhead 或是拔上面，因为我们想要比较多细节。那 room mic 的话，我们多半会选择 ribbon， 是因为它的特性，它高音不会那么多，所以你在拔不会那么刺，不会那么穿。比较暖的声音，会比较暖，加上它的指向性，你可以收到除了你正前方的鼓组以外，还可以收到后面 room 的 sound。对，了解。麦克风的选择它不会是一个很固定的，就是说电容或者是动圈，它就是最棒的选择。你可以依照你的曲风或者是鼓手的 punch， 对，还有另外是因你的环境跟你现有的器材去做选择去搭配。了解。就其实我们今天用的麦克风全部都电容麦的，它也是可以录出很棒的细节。讲解麦克风收法之余，也介绍我们今天使用的器材。今天麦克风我们是使用整套的 Soundtronics 电容式麦克风。Soundtronics 是英国录音界的领导品牌，已经有50年的历史。那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英国的 Adele 爱用的麦克风品牌。当然，除了专门录制人声的真空管电容麦克风之外 ，Soundtronics 也有推出 for 乐器的电容式麦克风。像我们今天搭配的 Soundtronics 麦克风皆为全电容麦克风，那配置会列在这里。我们今天使用的录音界面是 Focusrite 的 Claret Plus A Pre。Focusrite 是英国知名的录音品牌大厂，许多国际专业的录音室皆是使用 Focusrite 的录音产品。这款 Focusrite 是去年推出的新产品 Claret A Plus。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们有独特从高阶系统下放的 Air 模式，让高频可以更通透。同时内建有8轨的 Pre， 非常适合使用在乐团录制分轨，或者像我们今天探讨爵士鼓的分轨收音。除此之外，透过 Optical 扩充，甚至可以扩充到18英20澳的输出哦。想要录制 Full Band 的 Live Session 都不成问题。收音规格部分支援24 bit、192K 以及高达119 dB 的声音动态范围，完美捕捉每一个声音的细节。鼓组部分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Sakai Osaka Heritage 的 Involve 系列，是今年问世的新产品，声音通透。小鼓的 Diecast Hoop 可以让声音更集中明亮。踏板以及 Hardware 也是使用 Sakai 的产品。第一次使用这个 Xlander 的踏板就被它的设计惊艳到了，不用像传统鼓组新鼓的调整弹簧，只要这样子一个旋钮即可完成弹簧的调整，真的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定。刚刚我觉得就是耳机的声音有比就是一支麦的时候还要不一样。因为我们这次变成 stereo 的 room，那 mono 的时候声音它就很 focus 在你的面前，那在耳机里面听的时候，它也就只有它是一个单一的音像。那 stereo 的话会比较接近人耳的听声音，所以你会觉得变得比较宽比较广。如果麦克风有限制，那空间刚好又允许的话，不会让它是 overhead，我会让它在 room 的位置，因为你可以收到整套鼓，同时间又有大鼓，然后小鼓声音也一定是穿得过去的。那反正就可以一个很全面的声音。那一样可以去实验不同的位置，它不一定是它鼓的正前方，它可以是鼓的可能由下有靠近地板的地方往上收，或在更高，或者是平行，或者是左右，这都可以去试试看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提到的是，假设你想要在更广一点的声音，可以用 ORTF。它是110度这样子
像是假设这样90度是 XY， 我们往外一点点，它就是 ORT 了。哦，就是它这边变成110度，就是它的转角又变大。对，变大了以后，它就是 ORT 了。OK， 它可以收到更宽的声音。OK，对，但同时又保有 XY 的集中感。了解。两支麦克风的第二种选择的话是 overhead 加一支大鼓麦克风 kick，对，那一样 overhead 我们就 mono overhead 我们可以收到整套鼓的声音，是。那 kick 的话一样是去补足我们要的低音跟大鼓，可以让它两个 blend 在一起，一样会有蛮不错的成果。了解。然后因为麦少的时候反而可以做更多的实验。mono overhead 你不一定是要在正上方，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你的鼓你自己的后方，往这边，对，或者可能跟你做的时候的同一个高度。哦，这样也可以。它其实也会这样子。对，就例如说是在麦克风是在这个位置哦，或者是可能你觉得假设今天不是3个 tom 的配置，对，你 right 是在这边，对，你想要收多一点，你也可以让它偏过来一些哦，所以机动性还蛮大。对，其实你可以做更多事情，对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会让它是由下往上，也会有蛮不错的，就是想要小鼓啊，或者是其他的 tom 更多的低音，更多 body， 对，然后想要再多一些反射，那其实可以往下收，也是一个对，可以玩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这个 mono overhead 它不一定真的要是 overhead， 了解，它也可以想的是 mono room 也不错 ，mono room，好。对。好，那现在3支的配法，我们现在有哪一些？3支的配法的话，第一种我们有大鼓、小鼓跟一支 mono overhead。那因为可能大家自己麦没有那么多，或者是轨数没有那么多，所以选择用3支麦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做法。对，就是不管是从宅录到录音室，我们都很常这样子录。是。那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刚开始在接触分轨录音的时候，就是收一大堆麦，结果搞到最后那个声音超级糊到爆炸，甚至一支麦的那个收音效果，我觉得都还比较好。那对你来说，你在就是录音室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你觉得在收音上面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第一个是麦多不一定好，是。那我觉得麦多是让你有比较多的选择，可以去调整，去在后置的时候去做调整。对，但其实1-2支麦就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。那另外一个是麦多的时候容易产生 phase 的问题。phase 的问题是什么？相位问题的话，音波的进行是这样子。是。那
两只麦克风在收同一个 source 的时候，它必须要是 match 在一起的，是，不然如果它反过来的话，它会相消，正负会相消，那你声音就会不见，就是会因为一正一负啊，一正一负它就零，对，它就没有了。如果是在大鼓、小鼓或者是任何的鼓的上面，它只要相消以后，但因为鼓它不会是单一的频率，对，它有不同的泛音，对，那它可能在某一些泛音的时候相消了，尤其是在低音，因为它的波形比较长，对，它波长比较长，对，所以尤其是在低音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觉得低音怎么不见了，就是它会突然声音变很瘦，很薄，很薄，单薄的，对，很单薄，但你只要让它的相位。如果在你的 pre 或者是前级或者录音界面上面，甚至上面没有这个选项，叫做有些录音界面上面没有这个选项，就是 polarity switch。polarity switch 对，就是可以让你去切换你的 phasing 的相位，就是然后有一些会叫 phase invert。就原本是这样子，它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它直接让你在源头的时候反过来。那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在你的 DAW 上面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后期的时候再去做。那另外是因为现在数位很方便，你可以直接用图形看。是对，如果听不出来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用图形去判断。那我们要怎么就是在录音的时候避免掉 phasing？如果今天有两只麦，好，假设我们这两只变成是 space pair 好了。对，假设我们是这样子收，两边这样收。那我们因为小鼓我们多半会摆在音箱的正中央。对，所以我要确保它跟这两只麦到小鼓的距离是一样的。所以很多人会拿尺来量，尺或者是用麦线、导线或者简单一条线都可以。了解。对，那如果自己来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麻烦，一个朋友帮忙是蛮不错的。对，所以两个要确保到它到这边是一样的距离。如果你今天的是 XY，就比较没有这困扰。对，因为就直接就这么远。对，然后他们两个的位置是本来就摆在一起的。所以 XY 还有一个好处。对 ，XY 其中一个好处 ，ORTF 跟 XY 的好处是这样。Space Pair 的话，因为它比较远。对，那另外是在 Room 麦上面的时候，有两只也要确认这件事情。第一个是确认他们两个之间的相位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假设我们有在额外收一个小鼓麦克风，对，我们也要确认说它跟小鼓之间会不会有相消的问题。有一个要小注意的是，大家会想要把波形对在一起去移动你的音轨。对，那这件事情尽量避免去做。假设今天这两个到不一样的距离，对，那我们想要去移动小鼓的音轨去 match 到这两只的波形的，所以你可能因为他们会比较晚到，对，小鼓比较早到，就是比如说这样子，这个给陈迪拿，他那边比较近，所以他先到。这个声音先到他的那边，然后比较晚到我这边。对。那去移动的话，有的时候会造成时间差。对，时间差，然后问题会更多。对，了解。所以可以的话，直接调整 miking 的位置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对，最直接用尺去量，或者用导线去量。这样是最直接的，尽量不要去 DAW 里面去移动音轨。了解。三支麦克风其实有很多种手法，除了用大小鼓跟 overhead 单支以外，也可以用 overhead， 因为它同时有收到小鼓了，所以然后我们再补了一个大鼓去做低音的低频的补足，这样对，没错。然后再另外一支第三支，我蛮喜欢丢在你想要丢的任何地方，不管你什么空间都可以，你可以放在地上啦，或者是放在墙角。
然后用很重的 compressor 或者 saturation， 一样可以做出很多的 punch， 随便丢，随便丢，随便丢，对，或者是你可以绕着你自己的房间或者空间去走，然后就觉得，我觉得这个角落的声音这个蛮酷的，因为其实我刚刚看到你在 CMI 的时候，你有到处走来走去，对，我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大鼓、小鼓或者是 tom tom 跟把之间最好的 balance 的一个角落，然后去把麦克风丢在那个地方，对，那就不要去管它什么指向啊，或者是它有没有对着哪边，就是放着，然后把它做很多奇怪的事情。所以它会比较偏向有点效果的方式去补足这样。然后 mono overhead 跟大鼓是你原本的 sound， 你把这个慢慢的补进来，它就你会得到一个很酷的声音。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实验。了解，了解。好，三支麦的话，我们还有一种手法，叫做 Glyn Johns， 那他是从Beatles 的还有 Led Zeppelin 的制作人、录音师，那他开始发现了这个收音方式。那当初这收音方式会发现，并不是他们去实验出来，其实是一个意外的产物，真的，因为其实他们原本是 overhead。对，但因为忘了是轨数不够吗？不是，忘了是鼓手还是什么，反正他们要移动位置，然后麦克风就是放乱摆，他们就例如说放在这地方，然后就忘了，然后就发现这上很屌啊！他们在用这个东西去微调以后产出的那声音，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可以收到鼓最全面的 sound， 但一样会缺少大鼓，所以他们又再补了一支大鼓。那有一些人也会有 Glyn Johns 的变形，就可能再多个小鼓麦克风，用4支的时候可以做这件事。那第一个，它最基本就是 overhead 呢，它不会是中间的任何位置，它一定要在小鼓的正上方，一定要在正上方。对，那然后另外一支的话呢，是差不多可以想象是在落地鼓过来这边，然后你一样是要指着小鼓，然后 overhead 跟小鼓它们这距离必须要是等距的，就是这边的到这边的距离。假设你这边是100公分好，你到这边就必须要是100公分，也是100，一定要是一模一样的距离，不然你声音会歪掉。另外一个也会有 phase 的问题。那 mixing 上面的 panning， overhead 这一支它不用 pan 到极左极右，它是大概某一边的一半就可以了。了解，对，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麦会已经越加越多了。那 Thomas 就是想问你，就是录音的，就是麦的轨数的多寡是对于声音是差别在哪里？第一个是多轨可以让声音有比较多的控制，尤其是多了大小鼓麦克风，
那如果像在3支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只有 overhead 跟大鼓。那小鼓我们就没办法收到它比较多响线的声音，或是小鼓本体的声音。所以多了一个小鼓麦，可以让你可以在声音有更多的控制。在回音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去决定说小鼓要多一点，或者是可能要多一些小鼓的 body， 或者是让拔这边少一些。但你小鼓还是一样可以站在你整首歌的很前面。对，就是4轨的话，可以让你有比较多的选择，整体的 balance 对，会比较好。可能 balance 这边是要高频多一点，或是低频多一点，对，调整的范围更大。没错，了解。OK， 那5支麦呢？我们有什么选择？5支麦的话，一样会先有一支 overhead。那也会为了要再有更集中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可以对大小鼓有更多的控制，所以一样有大小鼓的 close mic。那因为 XY 它同时可以收到 tom tom 跟拔类了，那我如果想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感，然后另外是让鼓可以有比较多的景深，那就会多一支mono 的 room。去做这样子的收音。OK， 而且 mono room 可能还可以搭配一些 mixing 做一些玩法。对，mono room 的话，有的时候如果在小空间，我会把它 compress 到更多，然后甚至再加一些 saturation，让它多一些毛边出来。那些毛边出来的时候，并不会让声音变刺，反而会让大小鼓更紧这样。对，更集中，然后它可以增加那个 attack， 然后你就可以用 close 的大小鼓去做自然的动态，对，这样声音就整个声音会比较有 dynamic， 不会很死，比较全面一点。对，没错。好。好，那 Thomas， 如果8支的麦克风手法的话，你会怎么推荐？一开始的话，我会先以 XY 的 overhead 去收整套鼓。那XY 以后是会收到整个平面这边，那会再补一支大鼓，因为这边的话它收不到。那声音一样是会有，但会很虚，所以会没有那个低音，所以会再补一支大鼓。那另外一个的话会有小鼓的 close mic， 2个 rack tom 跟1个 floor tom。那最后的话我再补一支 room。因为空间没有到很大的话，用 space pair， 第一个会比较占空间，声音也会比较散。所以 XY 的话可以让声音是比较集中，但同时又有我们要的宽度跟空间感，这样。了解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一段落了，有在关注 Drum Lab 台北的朋友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团队真的比平常多了非常多。那感谢这些团队的伙伴的协助，那也感谢这集的制作伙伴银凯国际提供鼓组、录音界面、收音、麦克风。
的所有协助。如果还不知道英凯国际的朋友，英凯国际代理了世界上许多知名的乐器品牌，包括我们今天使用的Sakai鼓、Focusrite 的录音界面以及 Sotronics 的麦克风。除此之外，也代理了许多电子类的产品，比如说 Korg 和 Novation 都是国际间数一数二的大厂。更重要的是，英凯国际提供快速出货的线上购物，以及完善的公司售后服务保证，是你选择乐器的最佳首选哦。最后还有一个好康要跟大家分享，只要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就会抽出5位可以获得英凯国际提供的 Focusrite 多特包以及滑鼠垫哦。最后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或是你有什么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交流哦。这个频道分享的是以爵士鼓以及音乐相关的全面资讯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资讯的话，也欢迎到 DrumLab Taipei 的 Social Media， 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追踪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哦。我是 韦恩，这里是 DrumLab Taipei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